你这个拖鞋不要摆得那么整齐，他们会以为是给他们穿的。他们？啊，1楼最后的房间有东西想升天，这个房间可能有东西压着它升不上去，所以它不断的从下面升上来，又从上面往下去，整个过程非常痛苦的。这家情侣酒店生意可去年中元节后就有传言说酒店闹鬼，很多住进来的人一上床就全身发软，像被人按住似的，怎么也起不来。更诡异的是，据说还有个白衣女子飘在半空。不是说有个女鬼啊？不，我不相信这个世上有鬼的。恰好阿晨也不信世上有鬼，于是酒店经理便委托他查明酒店闹鬼，就是这个房间。阿晨看了一圈，房间装修很新，里面也很敞亮，不像是会闹鬼的地方。但入住记录却显示，住进这间916睡到半夜都会撞鬼。可奇怪的是，除了这间尾房闹鬼之外，其余房间都很正常。阿晨立马找来酒店的建筑，想看看这间房的内部构造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帮你把床铺换了一下，啊，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小伙子，这里是宾馆的尾房，你开柜子的时候要先敲3下，不用的柜子就不要随便打开，还要留点不见光的地方。1楼最后的房间有东西想升天，这个房间可能有东西压着它升不上去，所以它不断的从下面升上来，又从上面往下去，整个过程非常痛苦的。我在很多酒店干过尾房的事儿，也特别注意这种事儿。保洁的一番话让阿晨有点发毛。尾房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按照风水上来讲，确实有点不干净，但也不至于人鬼同住。好在阿晨通过分析建筑图纸，很快就找到了答案。他拿了一瓶蓝色气体，在第1间房的通风处喷了喷，结果却发现蓝色气体会顺着通风管穿过每一个房间，最后从尾房916的通风口排出。也就是说，住在尾房的人会呼吸到来自其他各个房间的味道，臭屁味、厕所味、烟酒味等等，这些味道混杂发酵后，就变成1氧化碳、甲烷等有毒气体。916这个房间充满了毒气，也非常缺氧，很容易让人产生睡眠瘫痪的情况。睡眠瘫痪 （sleep paralysis） 也就是我们说的鬼压床。被鬼压床的人，由于睡眠不安，大脑会异常活跃，从而想象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物，包括女鬼，但不限于女鬼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说明鬼只在人心里。这个结论让经理很高兴，但为了确认这间房确实，他留阿晨在尾房住1晚。阿晨欣然答应，倒头便睡了过去。然而到半夜时，阿晨就被鬼压床。睡梦中，他感觉周围温度越来越低，还伴随着滴滴答答的水声，让人很不舒服。阿晨赶紧强迫自己醒来，可他刚睁眼睛就有点惊吓过度了。他头顶确实在滴水，但这水却是从一个白衣女鬼身上掉下来的。眼看女鬼飘了下来，阿晨奋力挣扎想要起身，可他根本动不了。从下面升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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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从上面往下去，从上面往下去，从上面往下去，又从上面往下去。极度恐惧下，阿晨吓得一跃而起。据他的科学解释，这屋是真有鬼，但看到酒店服务员，阿晨却严肃跟你们刘总说，毒气太重了，快点修好吧。陈侦探，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说。什么？服务员告诉阿晨，这间尾房不单单是排气的问题，而是真的死过人。去年中元节时，有个女孩因为失恋，就穿着白裙在危房的浴缸里割腕自杀了。听老人说，进水自杀之人罪孽，所以女孩的魂魄只能泡在水中。她想魂魄飞升去投胎，可沉重的水汽总是把她拉下来，女孩只能不断升起又不断坠下。等什么时候控干了身上的水，她才能离开这间房。确实够痛苦。回家后，阿晨就把这件经历写了下来，然后反复琢磨。但随即他就想到了保洁的话：小伙子，有一些事情呢是查不明白的。
不明白的是，更多是依据人的主观意识做出判断，缺乏有力的证据，更没有参考价值。想到此，阿晨马上删掉刚写的内容。可诡异的是，他离开电脑后，电脑却自动输入记录下了这个故事。几天后，又有个小女孩告诉阿晨，她也见鬼了。那姐姐长得什么样？这对夫妻半夜正在睡觉，却被说话声惊醒。可家里除了他们，就只有一个女儿，是不是有人在笑？两人赶紧下床，结果却见女儿对着墙，又是拍手又是笑的，玩得特别开心。妈妈赶紧拍下这诡异的一幕，第二天就去找阿晨，他是灵异侦探，对很多灵异事件都有科学的看法。可他看了视频后，却问道：“你们家最近有死过吗？”没想到此话一出，夫妻俩就脸色大变，赶紧转移了话题，让阿晨务必去他家里看看。可阿晨刚进，小女孩就特别还推着阿晨让他快出去。女孩的反常引起了阿晨的注意，晚上他特意留下和孩子爸妈一起等在客厅，结果半夜时，女孩居然起床了。还没睡呀？看来女孩并不是在对父母说话，她爬上床后就把抵在墙壁一动不动。为了弄清楚女孩在干嘛，阿晨也学着她的样，把头抵到了墙上，却听到墙壁里传来叮咚叮咚。阿晨立马顺着声音寻找，结果发现女孩的床腿下居然有一个洞，洞下面则是一根水管，而这根水管是和对门共。于是第二天，阿晨就去找对门。找谁呀？你好我是隔壁李先生家的。有事马上说。最近晚上有听到奇怪声音吗？没有。阿成还想问点，男人却一把将门明显不愿多谈。阿成只好返回女孩，在他的卧室墙面拉满血，然后通过敲击暴露在外的管道，判断声音具体传向哪里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这条管道。晚上水管内部压力变大，空气快速流动，撞击到管道，发出奇怪的声音。小梦就是被管道声吵醒，这种声音的频率只有小孩才能听到。小孩睡得迷迷糊，听到声音觉得好玩，就会跟着墙壁内管道传来叮咚叮咚声拍手。得到科学的解释后，夫妻俩终于放心。可小女孩却告诉墙壁内有个姐姐，每晚一过12点就会来家里找她玩。你还有姐姐吗？还知道她的声音，还没看到她的样子。那姐姐在哪？那姐姐长得什么样？阿晨感觉后背一凉，这女孩家可能真的有鬼。想到此，阿晨赶紧起身离开。结果走到门口时，却碰到了对门那个男的，他还是横得不得了。阿晨赶紧向保安，结果差点被雷死。他老婆上个月刚刚上吊自杀了，才24岁啊！不是自杀，是他杀了自己老婆，拿人自杀绑着自己手了。哎，你别乱说，报纸上面都说了，他老婆是受不了他每天晚上带小姐回来，这里出了问题啊，才上吊自杀了。随后，保安就找出一份上面有自杀时的照片。阿晨一看，立马想到小女孩模仿的样子，正是女人吊死后的模样。更瘆人的是，阿晨去找对门那天，屋里坐着的那个女人，竟和报纸上的死者一模一样。阿晨有点难以置信。虽然他是无神论，但越来越多的灵异事件都在颠覆他对科学和迷信的认知。然而，更难以想象的是，死人居然也会敲诈。快点给我10万块啊！我不要现金，办账多麻烦。我不要现金。老王被吓醒，本以为是常恶，可一看旁边的被窝鼓鼓囊囊，分明是有人睡，而且被窝上还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的卡号正是梦里女鬼指定的账号。老王不知自己得罪了哪路鬼，但本着破财消灾，他立马打了10万过去。结果这笔钱却到了阿晨的账户，阿晨正莫名其妙就收到一封邮件，已存10万到你的账户，帮我。阿晨赶紧点开邮件，却发现
发件人是个可悲可气的女孩。我的事情要从1年前说起。裴院在一家大公司做秘书，老板是个即将秃顶的老男人，可他不安的内心还是一不小心就撞在了老板的钱包上。于是老牛吃了嫩草，也顺理成章得到了每月10万的资源，两人各取所需，甜蜜的就像爱情。不久后，佩媛就怀孕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老牛当即就低下了头。他只是想调剂下生活，可没想推翻生活呀。好了，你过2天找你。前几天还把我关在一个黑屋里，我好害怕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已经打了10万块定金给你，我好害怕，我求你快点来救救我！阿晨看事态如此严重，便赶紧发送回件，想问清楚佩媛，可邮件却发不出去。阿晨只好按照佩媛找去老牛的公司，结果却发现公司所有的门把手上都挂了辟邪。阿晨想问问前台是怎么回事，可前台一听是打听佩媛，就像很害怕似的，什么也不肯说。阿晨只好返回家，查询了佩媛的发件地是在京东路18号。阿晨立马赶了过去，这是一栋别墅，里面只住了老王一人，但老王住的并不愉快。我这2天啊，总是重复着做着奇怪的梦。有个女孩，她让我把10万块钱打到一个账户上，如果不打，她说就不会放过我。那你真打了？打了。哎呀，整天的做噩梦，太害怕了，破财免灾嘛。那个账户是我的。啊？不仅如此，佩媛发送邮件的账号也是老王。冥冥之中，佩媛似乎是想把阿晨引来这里。可奇怪的是，老王并不认识佩媛，而且这栋别墅也是他刚入手，但卖给老王别墅的却是老牛。半年前，他把这房子转让给我了，很便宜，朋友家，够意思。阿琛一听这话，立马猜出房子有问题，于是他赶紧到处查看，结果却发现别墅有女性生活过的痕迹，这里应该是佩媛和老牛的小窝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么豪华的别墅，卫生间的浴缸外却又额外加固了一层瓷砖，风格显得很突兀，而且瓷砖里面还是空心。阿琛预感不妙，他立马砸开瓷砖，结果里面蜷缩着一具人骨，从长长的头发可以看出应该是个女性。原来老牛害怕佩媛鞋子上位，于是就杀了她，将她弃进浴缸夹。因为阿琛的发现，老牛终于被抓。可晚上时，阿琛又收到一封邮件，上面只有谢谢你3个字。阿琛知道这是佩媛发来的。有些人虽然已经死，可要是魂魄不安，就会找上活人。所以面对亡者时，一定要心存敬畏，绝不能像这个二愣子似的，不仅坐在尸体旁抽烟，还拿死人的手当烟灰缸。见死人没吱声，男人便越加大胆，还吐槽起死者家人。一家穷酸样的，给个红包都拖拖拉拉，你现在才200块钱。还想让我送他孩子安心上路。阿发是入殓师，负责给死人化妆，但化到啥程度，完全取决于家属塞了多少红包。200块的话，能涂个大白脸就算良心了。可这么草率的妆容，死者显然不满意。阿发吓得跌倒在地，随后他就感觉胸口似乎被2只手用力压着，各种透不过气。不一会，他就心脏骤停了。活人被死人吓死，这在殡仪馆是头一例。那具女尸作为凶手，没人敢再接手，只能冷冻起来。就这具女尸，可奇怪的是，冷冻了1天1夜的女尸，胳膊居然还富有弹性，就像刚死不久。但死者的手指甲却又都变成了黑色。但阿琛不这么认为，尤其是看到死者手上的烟疤，他当即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个伤口是死后才有的。阿琛立马拿来电击，然后夹在烟疤对应的那根手指上。程叔看到后却是一脸凝重，这女士也太可怜，刚被阿发烫了手，又被阿琛夹手指。干他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尊师重道，千万不能折腾尸体。你这不是侮辱死者吗？不恭不敬的，他不就自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刺激了尸体的神经线。所谓假释，一般在2种情况下产生的。第一，会逐渐进入实僵状态，尸体都会有动作姿势上的变化。另一种情况叫做超生反应，人在死亡后对刺激仍有一定反应，
服。阿发把烟蒂按在女尸手上时，正是刺激到了神经，女尸这才突然坐起。能科学解释殡仪馆灵异事件，阿晨觉得自己很牛。可作为老员工的陈述，在殡仪馆见多识广，阿晨这波操无疑是自掘坟墓。一会儿支票来了，你可要放好了。你刚才的实验已经对死者不敬了。你说这是科学自然反应，你敢不敢把你的手放在他心口上？我敢啊，摸呀！来来来来，敢摸摸？我摸了，我摸完了，有什么反应？没有啊，我现在告诉你。阿晨不由自主，双手锁住了自己的脖子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法把手松开。阿成感觉有股正从头顶入他的心里，他的脑中更是快速闪过之前碰到的各种灵异事件。虽然最后他都得出科学的解释，但女尸似乎在告诉阿晨，科学诞生不过100年，但鬼已经存在上千年。想凭寥寥几句就否定一个古老的存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看阿晨已经透不过气，程叔拿出一串佛珠，一边拨动一边念往生经。女尸这才慢慢躺了下去。他合上眼睛的那刻，阿晨立马双手一放了自己一命。经过这次事件，阿晨再也不敢武据说搞了一辈子科学的爱因斯坦，最后都步入神学殿堂，向世人隐晦地表示，科学的尽头是神学。所以尔等尽管努力探索，剩下3分则交由鬼神定。世界千奇百怪，也许迷不信比迷信更可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